这个制作那个旗袍的平裁旗袍的衬裙。那么纸样很简单，就这么一张。根据你所准备的布料的幅面呢，有2种剪裁方式。一种呢就是像我这个一样的，它因为幅面比较宽，那我4折以后来进行剪裁。那你如果幅面比较窄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像平裁旗袍一样的，先把前中线和后中线折叠，然后再在肩宽的方向再把它折叠成4层这样剪裁。那么我现在就先来演示一下啊。那么作为衬裙来说呢，我在这个纸样的这个开叉的地方做了一个2.5厘米宽的这么一个花边宽度的示意，大概是多宽。那么比较常见的花边都是做2.5厘米宽的，在开叉口的这个地方。那么在因为到底要做多宽的花边，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这个决定的，这个你可以自由选择。那我只是示意，这里是2.5厘米宽。那么首先你在把这个纸样剪裁下来的时候，你要从叉口的下面，这个从叉口的下面，你记住这里是因为是纸样上是有缝缝的。那么你如果自己做花边的话，你做要加镶花边的话，那你要往里面再挪进去2.5厘米，然后把这块剪掉。那么是作为花边的宽度你是这块是要剪掉的，根据你的花边的宽度是要剪掉的。但是你花边要缝上去，你依然是要有这个缝缝的，所以说你的缝缝还是要留住的。也就是说，从最边上开始往里面直接剪掉你花边的宽度而不是先去掉缝缝，不需要先去掉缝缝。你就直接剪花边的宽度就可以了，缝缝还是需要的，因为你的在叉口上面你还是需要有缝缝，让花边和缝缝相连，才能够把花边缝上去。好，然后这种衬裙的做法呢，是加侧边加那个比较简单的，就是侧边加拉链啦。OK， 也有比较传统的做法，就是依然是这个就是衬裙它也是要开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因为有多的步骤了。多的步骤呢，就是如果你的衬裙也是开襟的话，在开襟的地方势必也会有暗扣啊什么的，其实就会造成穿着的因为里面东西多的嘛，就可能造成穿着的不平整。特别如果你选用的是比较薄的面料，像真丝啊什么的，所以说用这种做法是比较简单，而且也是比较实用的一种，就是加侧边的拉链在纸样上面这边侧边的拉链的位置，我是用剪口来决定的OK， 现在来演示一下怎么样折叠布料。我这个幅面有1.5米宽，所以说它应该是怎么样折叠的呢？可以看到它比较宽。其实它的2/4折就已经可以做前片或者是后片了那么所以说我们是先是你看到这里是布料，这里是经线这里是纬线。那么OK， 这是整个布料的中心点长度方向、宽度方向，这个方向是幅面宽度方向就是幅面。那么在一半的地方，我们把一半对折，正面折向里，一半对折，折到这个中线布料中线的地方，然后上面那一片也是向里对折，折到中线的地方
后捏住这两头，全部都捏住，把它提起来，这样就是4层了。你看，这样2层连在一起，这样2层连在一起，然后把这条线运出烫基线来，这里中间也运出烫基线来。OK， 这是一种4折的折法。那你如果你的幅面是比较窄的话啊，你的布料的幅面比较窄的话，那么你就是，比如说这就是你的那层布了，那么你就是从前面这里是反面朝上，好，把反面折进去。这是第2种方法了，不要搞混了。就是你的幅面不够宽、比较窄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就是反面朝上，你的面料的反面朝上，一般是使用真丝棉，反面朝上，然后把反面折到里面去啊，这样对折。那么这就是前中线、后中线都在这里了，是一条直线。然后右手边把它再折过来。对称折过来，好，这个地方就是布料整个布料的中心点。那么这里就是前中线和后中线重叠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把纸样放在上面进行剪裁，明白了吗？好，我们现在我的那个面料是已经熨烫好了。好，上面2片，因为2片其实都是一样的。好，中线，这里是中线，那这里是前中线，前中线是没有缝分的啊，因为是折叠的，我们把前后片连在一起剪裁，所以说这个布料一定在剪裁之前一定要熨烫平整，中线一定是对齐的，一定要熨烫缝分，我已经熨烫过了。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啊，然后就是这个领口这里是你可以前后领口的剪成一样的。那么你如果觉得你的后领口你要稍微剪得浅一点的话，那你就记得自己要做出记号，先把后领口剪了，然后再剪前领口。你不要一刀下去，你4层一起剪的话呢，你就剪的是一样的。但是我因为穿旗袍呢，领子是立领是高领，我个人觉得你不用就是一定要把后领要做的很高，做的比较高。其实后领稍微挖深一点，可能会感觉就是穿在里面更服帖一些。好，对齐中线。沿着这个边缘纸样的边缘进行剪裁。那么，在剪裁之前，你先决定你自己要做多宽的花边。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花边这一块，就是叉口这里的这个多余的这个纸样，你要先给它剪掉。纸样先剪掉。好，大家可以看到我选择的是一个这个3.5厘米宽的花边来做衬裙的花边。那么我在这个叉口的地方，我就向里挪进去2.5厘米做这个叉边和底边的这个平行线，做这个两边的平行线做进去，然后用这个打板尺把它画好，然后在这个叉口的地方呢，向下2.5厘米，这边也是2.5厘米，把这2点连接起来，就是做一个这里就等于是一个直角三角等腰直角三角形了。然后到时候剪的时候呢，我们把多余的这个纸样这块给它剪掉。那么就是作为我们的留给花边的余地就在这里了啊。现在把这个画出来的多余的这样剪掉。
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就是插口呢，我们在做旗袍的衬裙的时候，衬裙的插口一定是要比外面的旗袍的插口要更高2到3厘米，这样子不会把这个插口的这个焦点的这个地方正好两个都同时露出来，我们是不要露出来的。所以说，衬裙的插口肯定是比外面旗袍的插口要更，至少高2到3厘米的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衬裙纸样是通用的啦，那么，我会把这个，衬裙纸样是通用的，那么就是，到时候呢，你把纸样拿回去和你自己的旗袍，就是插口比一下，你看一下他们两个的插口位置在哪里。那如果说是，你原来的那个旗袍的，插口位置比较低或者是更高一点的话，那你就需要自己把这个插口的位置向上或者是向下调节。总之要记住一点，就是你的衬裙的插口的这个指点最高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比你外面的旗袍要更高2到3厘米。好，就是不要让衬裙的插口的这个顶点、这个指点这个地方露出来，不要从旗袍外面的那个旗袍那里露出来就 OK 了。然后，因为我们做的宽花边的话，一般都只是在插口和底边镶花边的。那么，如果你想要继续在这个那你如果想要继续在这个袖口和领口的地方加花边的话，那么就要使用不同的花边了，不能再使用宽花边。那这里你可以在就是收好口了之后加比较窄一点的花边，或者就收好口了之后贴一层花边在上面都可以的也可以不加花边就是你选择花边的时候，最好还是选择就是纯棉的花边，因为纯棉的花边穿起来肯定是作为贴身的这种内衣衬裙穿起来会更舒服，更舒服一点。好，现在我们这个整理好面料和这个纸样，我们就开始剪了。因为是4层布一起剪大家就是在下剪之前，一定是确认你的纸样是摆对的，布料折叠是对的前片是1层，前片是2层折叠在一起的，后片也是2层折叠在一起的。OK， 好，大家可以看到再次确认一下，这里是前片2层在一起，后片2层在一起。中间是折叠的，是连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好，下刀剪。我们这里原来不是一个3角吗？你可以把这里做成直角的，也可以就是3角这个底边你不要剪掉，你从底边这里剪过去做一个斜角的。那我现在做一个斜角的，就是这里这个3角还是留着，可以。就这里斜过来，连成3角。这里是斜着过来的。好，继续。
在剪轻薄的面料的时候，你下面一定要垫一层布，最好在专门的缝纫台上面进行剪裁，这样面料它不会就是在剪裁的过程中不会拉扯变形，以至于你剪的就不准确了啊。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要非常做到非常准确。好，现在我们剪领口。那为了大家区别呢，我就是还是后领，我就稍微剪的剪的小一点。那么现在我把上面这一层其实上下是一样的，所以说无所谓上面那层是前还是后面那层是前片。那么我先把上面这层做成前片，那么我就是顺着这个领圈的地方，我再划一下领口的宽度还是要一样的，这里是不变的，只是这里就是中心线的地方稍微高一点，那么我高个一半上去吧。好，我们划一个，然后从这里连下来，划一个，划顺 ，OK。这条线就是我们后领的领圈线了。一般最低的话，后领的这个从中心点到下面下降的是2厘米这最低下的最高的下的那么多，2厘米，你呢还可以再继续往下下。这是后片，然后我们把它们翻开，然后继续剪前片的领身。这次就是顺着这个纸样这里剪了。好，那 OK， 现在就是剪好了。剪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侧缝处的这个上拉链的地方的剪口把它打好，拉链处的剪口做好。打好剪口OK。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这个拉链、花边、领口和袖口的花边，然后现在我们下面要做的是将这个侧缝进行锁边用锁边机锁边，还有尖缝处用锁边机锁边。OK， 就是凡是需要接在一起的地方，要用锁边机进行锁边，或者是你手工锁边也是可以的。好，现在可以看到侧缝已经包缝完毕侧缝已经包缝完毕。现在我们来上花边，在这里花边就是将要缝合的这一边，沿着边缘部分插口的边缘部分排列。那伸出这个转角的地方，一直要超过这个插口这个位置，要多超出一点来，然后把它与这个边缘部分插口的边缘部分对齐，一直到拐角的地方。好，我们现在来看转角的部分怎么处理。那么在转角的部分呢，我们确保边缘都是顺着与这个就是花边与
面料的衬裙面料的正面相对，花边的正面衬裙面料的正面相对，然后边缘与这个齐平，边缘面料的边缘齐平。那么在转角的地方呢，我们依然是两边齐平了之后，中间不是要多出来一点来折吗？那多出来多少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把它放倒就可以看一下，放倒了可以看到啊。这个多出来的，这边是插口边，这边是底边。那么多出来的这么长呢，就是你的这个花边的宽度，减去缝缝的长度，也就是1厘米。那我现在花边的宽度是3.5厘米，3.5厘米，然后有1厘米要作为缝缝折进去，所以说这里的宽度是2.5厘米 ，OK， 这里的宽度是多出来，往这边多伸出来2.5厘米 ，OK， 往这边折也是一样的，倒向另一个方向也可以是一样的，这里是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是2.5厘米 ，OK。就是多出来这么一段，然后我们先沿着这个边缘部分1厘米的缝缝，把这个花边先上在插口和底边。好，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角的边缘给它缝好，缝好了之后，我们把它反过来。现在这一面是这个布料的反面，我们把它反过来，把这个缝缝扣烫进去，然后这个边缘部分给它折好折好，你要保证两边都是一样的。你要是向下折的话，那所有的都是那个向下折；要向上折，所有的要向上折。那我个人是倾向于都向下折，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现在来处理插口指点的这个地方，我们用熨斗把它的缝缝先这样子熨烫进去先熨烫进去，然后这个花边我们这样子扯上来，这样子平行的这样子上来，这多出来的这部分是缝缝，那平行的这样子上来，实际上这里是有一块缝缝是没有盖住的，那缝缝缝合了之后，侧缝的缝缝缝合了之后，两边的这个花边实际上它就是紧贴在一起，所以说那平行拉上来了之后，这个地方肯定是不是齐这个边缘的，这个边缘是缝缝然后呢，我们用剪刀，这个时候就把多余的这个给它剪掉，这边多余的剪掉，这里折边的这个地方，这里这个折角的地方缝缝先熨烫进去1厘米的缝缝先熨烫进去，然后我们把多余的折角给它剪掉，多余的这个花边剪掉。那我们再用缝纫机把这个花边这个部分和这里的缝缝再缝合，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处理。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插口和底边的花边已经镶上去了，然后包括这个转角处的也是，特别要注意到转角处并不是与与这条边平行的，因为还是多留了一点出来的，不然到时候就是缝合的时候它会会合不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能翻到反面，那么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里边的这个问题呢？那比较常见的呢，其实是先把这个插口的边缘部分两折之后，然后再把这个两折缝合之后，然后再把这个花边上去。那么我个人是喜欢这样，先上花边了之后，那么1厘米的这个缝缝这里1厘米的这缝缝这里呢，我们把它再朝内，这是1厘米嘛，就再朝内折0.5毫米进去
好，然后再压一条明线，同色的线压一条明线，沿着这个边缘就把这个缝缝就又压进去了啊。接下来我们就要这样操作。好，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翻过来，先是在正面看啊，已经全部做好了。可以另外一片照同样的处理。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已经上好那个花边的前片和后片，让它们正面相对。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缝合，现在是反面朝外的啊，所以我们要缝合它的就是正常穿着的时候的左侧缝，然后把右侧缝的这个把右侧缝这边就是留出来的要上拉链的位置，剪口这边打剪口的，然后我们从下缝纫到这个剪口开始的地方停，就是留住开口，暂时不要缝纫，然后这边的全部侧缝全部缝纫好，然后把这个尖缝的地方的那个两侧的尖缝也全部都缝合，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这个拉链。在上拉链之前呢，我们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把拉链稍微就是烫一下，烫平一下，这样放边上，温度不要太高，试一试，都是塑料的。烫平，拔开一点。好，然后我们现在来上右边侧缝的这个拉链，烫平了之后，现在朝上的这块是反面，然后我们把这个拉链正面朝下，也就是反面朝上，然后在这个剪口的地方对好位置，让它们两个的正面都相对，正面相对，然后根据剪口的位置，然后在这边缝纫。紧贴着这个，用那个专门上那个拉链的压脚来上拉链的啊，单边压脚上拉链，然后拉链的正面和面料的正面相对，然后沿着紧贴着这个边缘部分，就是拉链的里面要拉的这个边缘部分，然后缝纫，两边缝纫。头上的地方你就是两头的地方，如果你不是很确定的话，你可以稍微留出一点点来，然后最后你用那个手针来进行缝纫，把它固定都可以的啊。但关键就是两边一定要做到对称，不要一边高一边低，一边松一边紧的，这样子整个就是不对的。所以说在上拉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这两侧一定要对称的来缝纫。好，现在这两边缝合好了，我们把它拉上来，然后再从这边剪口对位的地方对位，保证这下面没有拉扯，然后再缝合到袖笼底右侧的袖笼底，把它缝合好，然后两侧如果有松的地方，你没有就是完全缝到位的话，再用手针把它补缝到位就好了。现在我们来处理袖口和领口了。那袖口和领口的花边的边缘部分呢，在上花边之前，我们先把这个缝缝1厘米的缝缝先折0.5厘米，
然后熨烫成型，然后在第二圈再这个0.5厘米，在熨烫成型之后，我们再用那个平缝，用机器平缝把它给固定上去，然后再在它的表面缝上这个花边，蕾丝花边进去。那么其实这样的方法呢，也是比较常用于在叉口和底边的这个上花边、收口和上花边。因为这样子的话，整个花边，包括花边的折角部分就比较容易处理一些。像刚才我使用的这个包住缝的这种方法呢，其实也是比较少用，除非是你就是像我一样用的是比较宽的那种花边，那比较好处理一点。那么考虑到你选择的花边的不同，实际上像这样的，像现在我们这样的处理方法才是更方便，也是更常见的一个处理方法。先做收边之后，再把这个花边定在这个边缘部分。那大家看到这边的我已经缝好了啊，这边我已经缝好了，已经在把它缝缝定型之后缝好了。然后现在就是所有像这种接缝的地方都要把这个分缝烫开啊。好，继续就这样操作就可以。好，接下来我们用熨斗把这个叉角地方的缝迹边缘部分都熨烫平整。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领口这边已经是全部都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收边了。好，看到没有？然后怎么说呢？一般来说，因为是那个衬裙呐，不建议用很复杂的装饰工艺，因为毕竟花边它是有厚度的，特别你是用棉质花边的话，它就比较厚。那么你如果外面的那个旗袍你是比较薄的料子纱或者丝绸，你里面的衬裙如果采用这样子比较厚的花边的话，就可能会把那个形状就在外面的旗袍上面就显出来了。所以说衬裙尽量简单一点。当然你如果特别喜欢，特别你又做的外面的是像外套一样的，就是比较厚一点的秋冬款的这种旗袍的话呢，那你可以在这个衬裙上面加上各种花边，都是 OK 的啦。稍微熨一下，之前已经熨过了，再把它拼在一起，熨一下。这里再熨平整。
的，如果你是要加花，在这里加花边的话啊，我拿近一点看。现在这边是正面的，如果你要加花边的话，就是把花边沿着边缘部分，这样。沿着边缘部分，顺着这个最边缘的部分，然后用手针把它上去。好，袖口部分也是一样的。衬裙呢，一款基本上是通用的，你就是无非自己的开叉的地方，你可能就是需要调整一下，根据你实际做的叉高调整一下。所以说衬裙你白色和黑色各做一款，还有其他颜色看你自己的旗袍种类了，都可以互相搭配着穿，其实无非就是颜色的搭配而已。叫黑白灰海军蓝就是比较常见的这种搭配方式了。